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的幼的家庭频道，我是3个幼宝的老爸幼爸。现在4G、5G 网络越来越普及，传输速度很多时候不输给基础费率的有线宽频，而比起中华电信的光纤网络，我们这种小资家庭更会倾向使用 SIM 卡分享网络，或是使用社区里面的网络。这个好处是网络速度基本上还算堪用，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考虑到现在的网络游戏也都有线上的伺服器，所以生了幼宝之后，一直都是用 SIM 卡来分享网络。架设 NAS 后，好在 Synology 的 Quick Connect 功能，让我们不论在咖啡厅还是公司，不论是 DSM、Synology Photo、DS File 还是 DS Video， 只要输入正确的 ID，Synology 都可以帮你连回家。但是放影片的时候，怎么一直转圈啊？难道是 SIM 卡的网络不顺吗？打开 Speed Test， 没有问题啊。打开后台一看，网络传输速度始终卡在 200K。原来使用 Quick Connect 这项功能的时候，因为是透过群晖的 server 转发，所以有频宽上的限制，最高就差不多是 200kbps。现在手机拍出来随便都是 1080p 起跳，换算上传速度至少要大于 450kbps 到 700kbps 才能正常播放。而且影片会有一小段预先读取，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狂转圈什么都放不出来的现象。这下可不妙了，同住的家人都在同一个区域网路，那还好。但是如果没有住在一起，要从外网连接，那基本上就只能看看照片而已了。这真是大大限制了 Synology 的各项软体应用。所以这一期影片，幼爸就来解放我们的区网限制，不被社区网路或是 SIM 卡所影响。不论你是架在何种虚拟 IP 的环境，都可以使用哦。以下是这期影片会用到的工具，只需要大杯咖啡1杯，信用卡1张。这次要介绍的应用叫做 FRP， 它的全名是 Fast Reverse Proxy， 就是反向代理的功能。意思就是，就算我的伺服器架在各种防火墙后面，都还是可以对外部网路提供 TCP/UDP 的功能。幼爸绝对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也不算略懂，所以详细的原理还需要各位大神多多指教。这个 FRP 应用需要一个 server 端和一个 client 端。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的 server 需要架在一个有实体 IP 的环境，而这里的 client 端不是指使用者，而是我们的 NAS， 负责提供服务给连线进 FRP server 端的使用者。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的 FRP 伺服器可以使用，但是这一期影片幼爸会以 Google 提供的服务，也就是 Google Cloud Platform 来架设虚拟机，再用这个虚拟机来架设 FRP server。首先，我们点开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广告，点选免费试用，接着输入一些基本资料，绑定信用卡，随便选一选就好了。范本我们这里不使用，直接略过。左边的选单找 Compute Engine VM 执行个体启用，大约有2分钟左右的空档，可以喝一口咖啡，或是去洗个脸。接下来我们点选建立执行个体，名称我们保持预设，区域找到亚太地区，选一个靠近你的位置。幼爸在台湾，所以选择台湾。
网络连线效能最好，系列是选择 CPU 的平台，选越贵的，右边这个栏位的预估每月费用就会提升。目前我们的使用也感觉不出来差异，所以选择最便宜的就可以了。机器类型也是一样，选择最便宜的一个 CPU 配 614MB 的记忆体。开机磁碟我们选 Ubuntu 版本 20.04， 开机磁碟选择标准永久磁碟，点选选取。防火墙我们准许 HTTP 和 HTTPS 流量，点选建立。这时候可以再喝一口咖啡，伸个懒腰。上了年纪之后啊，腰特别硬，随时伸展一下，放松肌肉。现在可以看到状态已经是打勾了，还有一个外部 IP， 这个 IP 位置我们先复制起来，等等就会用到。在外部 IP 旁边有一个 NIC0， 点下去。这时候左方的选单当中有一个 IP 位置，点下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外的 IP 位置类型显示010，这就代表如果我们的虚拟机重新启动，对外 IP 位置就会改变。这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下面这根拉到右边，可以看到一个保留，点下去之后就可以保留新的静态 IP 位置。这就是我们要的。名称 Yoder 说明点赞、订阅、加分享，点选保留。这时候我们的 IP 类型就变成静态了。接下来点选防火墙，流量方向我们选择输入，目标选择网络中的所有执行个体，来源范围选择 0.0.0.0 反斜线0，通讯协定和部选择全部准许。这些之后都可以再根据各位的需求自行调整。我们现在先确定这条路线有通之后，再回头研究防火墙的设定。点选建立。好了，这时候到画面的上方搜寻 VM， 选择 VM 执行个体，可以看到刚刚建立的虚拟机了。在连线的地方选择在浏览器的视窗中开启。这里就是我们的虚拟机界面了。原本我们必须开始依序的把 FRP 下载安装，然后编辑设定档，再启动 FRPS 等等。但是不必，由于网络上已经有大神提供简易的安装 FRPS， 我们只需要把网址贴上，就可以开始使用了。所以程式码我会列在下方的说明栏位，各位只要复制贴上就可以了。贴上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改变档案的权限，之后执行 install。这边会有一个 error， 没有关系，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用管理员的权限执行，改变一下前面加上 sudo 就可以了。这时候就会开始安装了。我们再喝一口咖啡，伸个懒腰，转一转肩膀，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有伸展一下，有舒服，也还剩一点时间。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点个订阅哦，各位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接下来会有一些选项，基本上我们就点选 Enter 就可以了。点到 Dashboard User 和密码的时候，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设定。我们这边保持预设，并且先复制一份起来，方便待会使用。
接下来 token 我们一样把设定复制起来，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连线会需要用到的密码。FRP host 这边显示的会是我们外部 IP 的位置。最后我们直接按下 Enter 启动 FRP。刚刚如果不小心全部都 Enter 了，还想要再更改，我们只要输入这一行程式码，就可以开始更改。修改好了之后，按下 ESC， 再按下 Shift 加冒号，输入 WQ 存档。这时候如果发现没有办法存档，我们就先按下 Q 惊叹号离开，重新在指令前面加上 sudo， 重复刚刚的编辑步骤，这时候就可以存档了。接着我们再把 FRPS restart， 让 FRPS 吃到我们新的设定。这时候虚拟机的视窗可以留着不用关。我们回到 Google 的浏览器，在网址的地方输入刚刚的外部 IP 位置，右把的是 35.221.175.10 冒号6443，再输入刚刚的 Dashboard 的 admin 账号和 password， 这时候就可以进到我们的 FRP 的后台监控画面，这也代表我们的 IP 位置可以成功的被连线了。之后就可以随时在外面使用这个 IP 进来监控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流量。接下来该回到我们的 DSM 来设定 FRPC 了，点选套件中心 Docker， 右把因为已经安装了 Docker， 各位只要点选安装，开启之后到仓库伺服器搜寻 FRP，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Snowdream Tech 的 FRPC 版本，选个最新的就可以了。到印象档可以看到 Latest 版本已经出现在印象档中了。刚刚我们有大神的小程式帮忙配置，但是现在要靠自己了。把剩下的咖啡一口气喝完。我们回到 Windows 桌面，打开笔记本，到说明栏位找到 FRPC.ini， 点下贴上，存档到我们的 NAS 中的共享资料夹。接着打开 File Station， 复制刚刚我们存档的 FRPC.ini， 左方应该会有个 Docker 的资料夹，选择以后把它贴上。最后开启 Docker， 选择刚刚下载的 FRPC， 点选部署，与 Host 相同网路，点选下一步，使用更高权限，进阶设定，执行命令。这时候可以看到 Docker 执行 FRPC 的时候，拿的档案位置是在 ETC 下面。自动重启我们先不打勾，等等确认可以执行了，再回头设定，点选下一步。这里我们选新增档案，看到刚刚的 FRPC.ini， 选择之后挂载路径填入刚刚看到的路径。什么？你忘记了？没关系，说明栏位有，请直接复制贴上。点选下一步，这时候迎接完成的一刻就要来了。点选立刻启动容器，完成。如果你像右把一样，右上角出现 FRP 容器终止，代表你的 FRPC.ini 的设定档有错误，请你务必回到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虚拟机上面，确认 IP 还有 token 等等资讯，都输入对了，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右把再次修正后，已经可以顺利运行哦。
请大家记得这个 IP 不要随便公布给别人知道。我们的 NAS 如果可以从外网进入，等于就是脱离了区域网络的隐形保护伞了。之后我们会再开始架设防火墙，但是就算有防火墙，当有心人想要攻击，总是会被攻破的。所以请各位也谨记备份3原则。原则1，至少要将资料库备份档案复制成3份。原则2，分开存放2种不同的储存媒体，1份在硬碟，2份在外接装置。原则3，将资料存放在其他地点，也就是异地存放。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佑爸，希望这期影片有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